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慢悠悠看完《承欢记》，真的是有效播剧，建议两类人不要看。凭着坚决不让资本家薅18块的决心，一直坚持到剧集正常播完为止，《承欢记》终于啃完了。是个福娃体质，望剧又望人看了一下官方给出的数据，这样的成绩绝对属于有效播出了。当然，一部作品有人赞，自然也有人贬。作为看完全剧的本人，真诚建议有两类人不适合看，书粉就不必看了，只会越看越生气。作为改编自一书同名作品的《承欢记》，仅保留了原著的10%，其余的都是新故事。香港屋村妹公务员麦承欢变成了上海弄堂公主麦承欢。对比起原著中麦承欢的理性和冷淡，剧中的麦承欢人设更偏向较温暖和柔软。新家没有势利眼，奶奶也不是姨太太，姚志明更不是花花公子，只有麦太太依旧烦人。喜欢看现实主义题材的人也不必看，这部剧本质就是一出都市童话。灰姑娘 vs 精英男，继承千万遗产走上人生巅峰，这是偶像剧的基操。清楚了作品的调性，就不需要浪费时间。回到剧情上面来看，《承欢记》的整个故事主线是讲述女主麦承欢的个人成长，从婚恋、事业和家庭关系3个方面来看。首先谈的是她从一段失败感情里得到的感悟。麦承欢29岁，大学毕业，有正经工作，和富二代男朋友辛家亮谈了3年恋爱，谈婚论嫁时却选择分手，根本原因是男方家瞧不上女方家。光有纯爱战神没用，豪门讲究的价值交换。有人会说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样的赤裸裸的嫌贫爱富吗？很遗憾，无论到了什么年代，哪怕辗转中外，贫与富的联姻依旧是凤毛麟角。有钱人的婚姻更多还是为了家族利益服务。麦承欢主动与辛家划清界限，除了自己的母亲遭受到未来大姑姐的羞辱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婚后的身份和地位。一个不被尊重、需要忍气吞声的豪门媳妇，将来即使生儿育女，对方也有的是让你净身出户的手段。地主家是有傻儿子，但绝没有傻老子。爱情会辜负你，事业肯定不会，只要你足够重视它。麦承欢无论是在波提切利的销售部，还是旗下的公寓，最后到了兴安里酒店，即使身份和职位改变，依旧是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。现在总爱说独立女性，什么样子的女性才算独立呢？肯定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有赚钱和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，自尊自爱自强，在社会上与男性一较高下的女性才叫独立女性。虽然剧情有开金手指，让麦承欢继承了继奶奶陈淑贞的酒店而跃升阶层，但她始终没有躺平。情节很梦幻，导向绝对没有问题。事业是麦承欢在经历人生低谷时一直支撑他的精神支柱，也是他重新开始思考与家人的关系以及自我的物质基础。关于家人，麦太太刘婉玉便是保留了原著中成分最多的人。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出身安徽，嫁到上海，婚姻这次投胎并没有让她改头换面。和善的老公以及懂事的子女，就是她生命里最为关注的人和事。刘婉玉咋咋呼呼，控制欲强，好面子，爱贪点小便宜，但人品不坏，看着让人有点反感，但似乎是一部分中年人的真实写照。当不知道辛家亮的家底时，他嗤之以鼻，毕竟女儿恋爱3年还没等来一个求婚，这是一个典型中国式家长是难以接受的。得知辛家亮家底丰厚时，他马上换了嘴脸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真的遇到了一个金蛋。当和辛家闹翻后，这个母亲极其自责，主动放下身段想和对方求和。
甚至演出了瞒着女儿私自办订婚宴的荒唐举动。就是这一场闹剧，反而让麦承欢看明白了，真正的孝顺里不该有盲目和纵容。父母也子女的人生终究是场渐行渐远的修行。麦承欢在快速成长，刘婉玉赶不上他的步伐。家庭关系里应该成长的从来不止一个人。最后一个在成长的是男主角姚志明，不过他需要改变的方向和其他人都不是一个赛道的。他又高又帅，但算不上富，投的富三代的胎，可家世在二代那里中落了。父亲是独母亲早亡，靠祖母资助完成学业，出场时的职位也不是酒店的最高负责人。精英男，冷漠重利是姚志明开场时的标签，无论是亲祖母还是麦承欢，价值是他评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准。工作上他披荆斩棘，一路向前，生活上无缘万家灯火的温暖，像只流浪猫似的自己顾自己。人毕竟是群居动物，认识了麦承欢后，又在祖母的潜移默化下，姚氏冰山开始有所动摇。过程不存在什么惊心动魄、百转千回，就是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，打了很多的怪，又一起目睹了生离死别，终于让姚志明对家和亲人有了概念。麦家不完美，麦承欢也不完美，但他们能给姚志明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和关怀。一盏灯火，一碗热汤，一声关怀，一个拥抱，对于家庭完整的人来说太过普通，可对姚志明这样的流浪猫来说，足以撬开他心底最坚硬的部分。除了麦承欢这条主线外，其他的一些小副线也挺好的。麦承早瞒着家人去送外卖，反映出现实社会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。麦家姐弟两人抱头痛哭的这个场景很感人，姐姐愧疚自己没有关注弟弟的困境，弟弟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成为家人支柱。一母同胞，手足之情弥足珍贵。继奶奶陈淑贞是麦家和姚家之间的一根纽带，这个没有血缘的老太太始终关注着这一家人，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回报。这也不是坐享其成，而是麦承欢 N 年如一日的尊重和照顾换来的认可。虽说过于梦幻，但有钱人的钱想给谁就给谁也没毛病。整体来说，前面的剧情比后面的要好。后面编剧不知是为了凑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既给了姚爸爸改邪归正的机会，又在1分钟把后他写死了。咋咋呼呼的麦妈也被安排上了癌症，这个套路就相当陈旧。既然发糖就发到底，没必要强行在里面掺沙子。经过这种铺垫后的大团圆，显得做作。演员部分来说，杨紫的表现是最令人觉得惊喜的。她终于离开了原来的舒适区，这次出演麦承欢这个轻熟女，立即大受好评。看得出来，她对自己的事业有着清晰的规划。古偶仙侠虽容易圈粉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在适当的年纪转型是明智的。吴彦姝、姚安莲、何赛飞这样的老演员没啥可说的，经验和实力就摆在那里。有观众觉得刘婉玉这个角色令人反感，让人讨厌，不就证明演员成功把人物立住了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看张耀的现代戏，印象中他还是一寸相思里的左青瓷，原来他现代装也挺好看的，特别乖又一脸的纯净。徐凯对于姚志明的完成属于中规中矩，主要是这个角色和麦承早一样，没有什么很能突破的地方。不过在医院里姚志明确认父亲死讯的那一幕，确实还演得不错，一脸的难以置信，签字的手是抖动的，把一个人突然遭遇重大打击的过程表达到位了。不烧脑不炸裂不高能，就是规规矩矩的讲一个合家欢的故事。中国传统里的家文化和年轻人的思维碰撞，找到了更适合的相处模式。有人会说，内地的电视剧总是喜欢拍这些甜兮兮的题材，没有深度、高度和厚度。但是生活都已经这么苦了，
还要天天看暴力、背叛、犯罪、悲情，就会令人变得愉悦了吗？偶尔吃点糖，没啥不妥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会快乐。